抗旨有为学，陈子恒的失联。请问一下，岳飞是不是像佛光山？蔡英文说我要超前部署，我要疫苗，我要救老百姓，国产疫苗。结果呢，那个佛光山跟郭台铭还真的相信了，每天去冲啊！哎呀，我要去找疫苗，我要去找疫苗。但是送高中真的希望7回2中回来吗？民间也有企业家积极的不得了，对不对？要力拼72小时啊！郭董现在说，我就是要想办法能够买到德国的哦，不是中国哈，他还特别要去强调这件事，德国的原产的疫苗，然后送到台湾来，我拼了72小时，赶快来递件申请。可是问题是，你觉得这机会大不大呢？照目前看起来，大家都觉得说很难讲哎，为什么？因为总觉得现在我们的政府就拼命的在推国产疫苗嘛，国产的疫苗这件事情我们等一下讲。可是你要讲到企业家捐疫苗，哎，你仔细去爬梳一下过去的资料，这下子可好找出来了。过去曾经有谁呢？可是经营之神王永庆先生啊，不得了！大家看一下，王永庆先生早在2007年的时候，他就曾经透过基金会捐疫苗了。捐什么呢？捐的是肺炎链球菌疫苗，达578000剂，看到了吗？还是对不对？当时还有这个仪式，然后还给大家拍，哇！结果呢，我们的政府当时可是欣然接受，而且你不要说这个镜头上面我们看到的哈，这个官员也是笑嘻嘻。这个官方还甚至也发了这个新闻稿在这边哦，对不对？还发了这个新闻稿在这边，把这件事情大为宣扬，说很好，企业界来响应我们的政府的所作所为。结果你知道吗？当时的疾管署副署长还刚好是谁呀？是卫福部长陈时中，哎，是现在我们每天在下午的记者会看到的指挥官陈时中，哎，有志。那个真的是超时空打脸了。我说实在的哦，我先讲最近民进党哦，以前每次要挖他一个漏洞，就是明明知道他在说谎，可是要证明他说谎哦，大概都要花掉我们1个月2个月的时间。是。可是呢，你会发现最近哈被打脸的那个速度越来越快，甚至到最后已经是用几分钟在算的。那个民进党的社群中心主任范刚浩才刚把所有世界各国一流的疫苗全部拖下水。半个小时之后呢，就有超级医师马上打他的脸，然后还有超级名嘴朱学恒马上也 K 他一巴掌。所以现在这些人要在那边散播谣言，我真的是觉得已经不可能了。更何况以前的历史画面，反走过必留下痕迹。陈时中现在是反国外疫苗第一大将，挺国产疫苗第一先锋。那你其实要挺国产疫苗有问题，当然没有问题啊，我也挺啊。可是要有条件嘛，对不对？要有你国家要有好处嘛，人民要有好处嘛，这2个有好处，那你要做，我绝对支持你。可是目前的状况，对国家跟人民有好处的，绝对不是国产疫苗第一选项。然后他就编了一大堆的理由，哎呀，中央统筹啊，然后要中央分配啊，然后要由我们呢中央来申请。然后因为进来之后呢，光连打3个阶段，每次都是要我们中央，所以都是要我们中央同意，要我们中央如何？我们中央呢自己去跟人家签约啊，你们不能去跟人家签哦。结果玉琴跟那个秦教官跟蒋万安这些人就找到了这个资料。王永庆不但是对，不是郭台铭，当初的王永庆直接就送了10几年的肺炎链球菌的疫苗。而且接收的人还是陈时中，真的超时空打你的脸了！不但打你的脸，从你的脸打到你的屁股，你的屁股还用藤条狠狠的抽你一边。所以我觉得民进党这些人真的不要在那边欧流谁多啦，不要以为大家都不知道你以前干过什么事情。以前就是觉得以前我们做的事情，现在只要把媒体封住，就没有人。拜托，你会发现秦教官这一波全部都是网路，所有的这些人呢又看不下去。所以这些以前在网络上的意见领袖，本来是被这些侧翼1450压着，没办法发声的。这次呢，全部展现他们的武功。所有那种网络的那个，包括什么
绿茶婊啦、尚书大人甄基林啦，什么竹科工程师啊，这一波啪啪啪啪啪的拼命打陈时中、打范刚浩的脸，所以这些人现在不忍了，真的不忍了。陈时中不要以为我们现在搞这些疫苗这些东西，我想所有一个图片拿出来啊，你就是当初的副署长啊，你现在在哭什么？是啊，每个人真的不要再以为可以，现在就是都不行。对啊，对，你就不要以为可以瞒天过海了。现在什么时代？网络啊，这些人闲功夫比我们多得多啦。而且呢，他们个人的那种技能、肉搜的技能，你看陈时中现在的脸呢，自己看他现在走过的痕迹，未来10年后他一样，你会被人家拿出来编。以后10年后、15年后，会不会再有同样的疫情？然后当初我们就会拿2021年台湾因为自大而破功，然后我们种下的苦果，然后呢，到时候一定有人拿来跟他做对比。陈时中，你真的要变成那个负面教材吗？你现在这教材就是自大，然后把疫情做破口。第二个负面教材就是疫苗，对，把整个台湾搞成这个样子，所有的撕裂跟分裂，而且很奇怪，所有2300万的，不管是挺蓝挺绿的，尤其挺绿的，就连民进党的那种死忠支持者，挺陈时中挺到不行的人，最近呢很多声音都不见了，甚至呢不但不见，还转风向。陈时中一个人跟蔡英文这些人全部揪起来，是不过几千人，在股市里头隐隐约约的有一种影子在，可是2300万人要的是这些疫苗啊。对啊，你敢几千个人跟2300万个人对抗，然后呢，付出的是124条人命，已经超过了所有的天灾人祸了耶，124条的人命，而且还持续在上涨当中，就像我们现在开这个双光一样，疫情那边呢是救世菩萨美女啊疫苗，我这边呢是邪魔歪道死亡人数，这两个完完全就是一个正比。秦教官我讲的有没有错？疫苗来，死亡人数就会低；疫苗不来，死亡人数就会增加。可是控制的疫苗的是谁？陈时中他们。让死亡人数增加的是谁？也是陈时中他们。我真的觉得这一波陈时中不要再拿以前那种胡说八道的做法，跨时空打脸了。现在报应来得越来越快，真的。是，而且你看像我刚刚秀出这张手板呢。你看这个官员那时候这么开心，而最下面的这一张呢，其实你仔细看我们的这个镜头的右下方的这张照片的左手边最左边的这一位啊，这不就是我们现在常常看到的发言人庄人祥吗？是啊，连我都看得出来。对啊，这个是当年你看这个10周年他们那个时候呢，就曾经拍下了这么一张活动照。对不对？也是同样的在感谢捐赠疫苗。我们刚刚讲说，今天现在真的是我们可以讲说是台湾人大难临头，因为全球都面对这一波的新冠肺炎的疫情，台湾此时此刻我们要展现过去这个强韧、坚强抵抗疫情的能力。可是如果没有疫苗，我们谁也办不到啊！疫苗才是最终，对不对？能够成为对抗这一波疫情的最佳利器。可是我们现在呢，完全就是不够呢。所以企业界啦、宗教团体，大家一起来想办法嘛。那刚才讲到了，想当年企业界，包括像王永庆先生，透过这个基金会，我看一下这个数据。2007到2018，12年累计捐赠115万剂，相当于9.9亿然后呢，那刚刚大家看到的就是现在这个副署长庄人祥发言人嘛，那时候也一起合影留念。现在呢，难道不能够比照过去吗？只要能够有这样的企业愿意站出来力挺，大家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嘛，不是很好吗？好了，现在企业界不行，那佛光山这种该可以了吧？佛光山说要捐，今天刚刚我听到最新的讯息是说，有了，我们现在行政院也要努力的来帮忙然后呢，让这个大家如果真的有这个意愿的话，我们可以做什么呢？他就说，我们现在有设置专门的窗口，可以让你来申请办理窗口这是怎么回事啊？窗口这个会不会是东西摆在那边申请了以后，然后他就慢慢的跟你拖啊？会不会这样呢？现在我们国人都没有信心现在我觉得行政院这次像在玩21点，你知道吗？他现在在干嘛？他现在在 insurance， 你要保险吗？
好像我拿到一张 H 啊，你知道会玩21点的人不知道知不知道什么叫 insurance？ 就是21点不就是一张 A， 然后再加上一个包括穿衣服的啊，他说讲说 J 啦、Q 啦、K 啦，或者是10，那两个加起来21点，那就是最赢 blackjack， 对不对？那通常拿到 S 都会问人家说 insurance， 就是你要不要做个保险？万一我拿到了，至少你少赔一半。那就是21点扑克玩法里面的保险制。是蔡英文跟行政院现在在玩的就是这个游戏。他似乎呢开了一扇窗啊，窗口给你。对，它有2个好处，你知道吗？第一个，他可以先控制这些想要来申请的人。以前这些申请的人呢，可能要去找卫福部，陈时中不见得扛得住，对不对？而且陈时中现在呢是众矢之的，一个人要扛这么多的责任，疫苗的责任、破口的责任、调度病床的责任，甚至呢地方诸侯太多对他不满的调度，跟他要东西，他已经扛不住了。现在呢，所谓的疫苗供应的这些企业啦、老板啦、佛教团体啦、对宗教团体，全部都来自于外部压力。那他帮陈时中开的，与其说是帮企业开的门啊，不如帮陈时中开另外一个门。来，不要去烦陈时中那个窗口，过来这边，过来这边。他们还在做一种压力测试，压力的疏解。第二，到时候如果万一，或者是故意，或者是不小心，高端联雅的疫苗真的在未来2阶段的解盲失败，大家不晓得大家理不理解？因为现在是在2阶段里面有安慰剂，还有里面的现在对照组，万一分析结果高端的这个所谓的那个重组蛋白技术，加上粒线体中间的磨合期的这个新的技术，万一里面的效价，大家知道最近应该大家那个医学名词应该都比我更熟悉，效价不佳。就是状况没有很好，然后你就跟他讲说抱歉了这2支国产疫苗不行了那马总你为什么不给那个国外的疫苗进来啊？有啊，我不但买了505万剂，现在来了15万剂，而且现在郭台铭我那时候也开放啦，佛光山我也开放啦，我哪没有？都说开放啊，对，然后这个马上可以跟人家讲说，你看郭台铭说要来500万也没真的，现在还在拖拖拉拉的，快点啦！变成大家会去问郭台铭，那疫苗呢？那佛光山我们的疫苗呢？你说他这种奸诈，他那种思考逻辑，到现在还在算计。他现在在买保险，万一我没拿到，我还有第2条生路，把责任推给郭台铭，把责任推给这些这阵子在吵我的、闹我的这些人，这些冥顽不灵的分子。然后呢，另外一方面可以保住陈时中。秦教官，你觉得他真的处心积虑的在替我们健康着想吗？当然没有啊，因为现在其实大家没有信心嘛，所以一听到说有任何的好消息，有人直接可以跟原厂接洽，那么可以把疫苗及早的送进台湾来，都认为这绝对会是一件好事。但是呢，我们却看到在第一时间，本来指挥中心也说，哎呀，欢迎啊。如果有的话，我们当然是欢迎啊。那你只要按照我们的流程走的话，没问题，没问题。然后一开始第一时间，上个礼拜5的时候嘛，下午的时候不是就给你看到了吗？流程都秀给你看嘛。有什么8大流程？那这个里面当然最关键的一点呢，就是说，第一，你要有一个所谓的原厂的授权书，还有就是所谓的冷链你能不能够有符合这个冷链的要求？那时候呢，其实我们就在想。人家佛光山如果到时候真的像他们所讲的，能够谈到20到50万剂的胶生疫苗是家里面的冰箱就可以冰的，那还需要什么-20或-70那样的一个冷链技术吗？相对来讲没有那么困难了嘛，所以呢，心里面还觉得比较开心。可是呢，符合这个程序走完，以为就是没问题了吗？想不到隔天马上一巴掌就打过来了，因为看到。我们另外这张手板密密麻麻的小字，里面是指挥中心告诉你的，这不是发夹弯是什么呢？因为里面特别往下，你看到的，它下面提到的是说，什么东西都要由我们的指挥中心来呀，包括我们要有跟原厂的洽谈，要有授权，然后要统筹，要分配，要执行。因为什么？因为我怎么知道你谈的疫苗到底是不是安全的疫苗呢？所以第一条告诉你就说，疫苗的安全很重要啊。这个真的是让大家就傻眼了，都什么时候了？难道还要去质疑这样的事情吗？有志怎么看呢？
8个原则，2大原则，然后后续又第3个又开放2大原则，加起来刚好12。什么叫12？当初岳飞就是被12道金牌害死的。我那天讲了一个故事在我脸书上面写网友都拍案叫绝，他说这个太准了。我觉得现在疫苗跟这些所谓的佛光山佛光山郭台铭就像当初的岳飞一样。然后现在呢，陈时中就像秦桧，然后蔡英文他们呢就像宋高宗。我跟大家简单讲这段历史那个时候呢，大概北宋徽钦二宗，大家记得吗？靖康耻犹未雪，对吧？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因为被这2个皇帝被金人掳走了嘛，所以那时候宋高宗呢就打着说我们要迎回钦徽2宗，有没有？那很多的人呢就跟着他，然后呢就建立了南宋。那他告诉大家迎回钦徽2宗。就像我们现在喊什么，你知道吗？我要疫苗，超前部署。是，结果呢，有岳飞还真的相信了，所以岳飞一路打到金人去。请问一下，岳飞是不是像佛光山？蔡英文说我要超前部署，我要疫苗，我要救老百姓，国产疫苗。结果呢，那个佛光山跟郭台铭还真的相信了，每天去冲啊！哎呀，我要去找疫苗，我要去找疫苗。但是宋高宗真的希望钦徽2宗回来吗？天都知道哪个皇帝希望他的叔叔伯伯回来，然后他要退位的有这种皇帝吗？所以宋高宗根本是玩假游戏。所以现在呢，蔡英文根本在玩假游戏，超前部署，疫苗优先，他根本不是在玩这个嘛。所以现在佛光山跟郭台铭误会了，结果呢，谁要处理？怎么可能是蔡英文处理？当然是秦桧跟那时候的张俊嘛。秦桧怎么搞岳飞？12道金牌，这个不行，那个不行，那个不行，这个不行。不像我们现在8大原则、2大原则、2大要点，刚好加来12道金牌呢，就是要岳飞们包括郭台铭，包括张亚聪，包括佛光山，你们这些人给我回来！对不起我们蔡英文没有在玩真的，赶快给我回来！12道金牌回来，然后斩立决。你不觉得跟那时候故事很像吗？你觉得我们现在的当今宋高宗真的希望疫苗赶快回来吗？看起来不是这样子吧，所以你说未来有没有可能拿到疫苗？秦教官，如果以宋朝这段历史来讲，最后这些岳飞会死在沙滩上，所以不会进来的。但是陈时中这些秦桧，未来一定会跪在岳武墓前面，会跪在100多条、200多条人命的坟墓之前，痛哭流涕，世世代代被人家所唾弃。